好，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天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如何可以获得永远的快乐，如何去应对不开心的情况。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粉丝留言。那他说，感觉你们一家永远都是开心快乐的，但我相信镜头后面一定也有不那么愉悦的时候。最近我也一直在尝试调节自己的心态，感觉实在是太难了，这真是一辈子的修行。李阳能不能分享一些自己调节心态的方法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一周呢，刚好也是我的36岁的生日。在我35岁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达成财务自由，并且开始环球旅行。我们现在环球旅行大概半年的时间，也很感谢我们有1万多的粉丝跟着我们一起在游历这个世界，一起走在地球上，同时在修行着自己。同时呢，也很高兴我们的分享帮助大家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其实每个地方的人也都有不同的定义。那我们在不断作为一个观察者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同时呢，也是在修炼我们的内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现我们也许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可以停下来去积累外部的物质还是财富，或者说是获得一些外部的技能，而是去开始向内修行，去向内去观察，去提升我们的精神上的财富。那精神上的财富以及精神上的技能，这对我们的人生很长的人生来说会是更有的价值。分享3点建议，如何可以让我们保持快乐，然后如何去应对不那么愉悦的情况。第一点就是意识到我们的人生中没有事情是永久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我们分享冰川那一期视频中，我们聊到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地球上独特的地貌，都是地球用了上百万年才形成的。可是反过来看我们的人类，我们从非洲走出来，从非洲走到了欧洲，然后亚洲，到了北美洲、南美洲。那即使说到人类文明，那也只有几千年的时间。所以大部分人的人生的一生都是在沙滩上去搭沙子城堡，当一个浪打过来，或者当涨潮退潮之后，一切沙子城堡又重新归附于沙滩的样貌。那你可以说，我可以搭一个更高的城堡，我可以搭像埃及金字塔那么大，保留几千年，我可以搭像佩特拉古城的这种陵墓，也可以保存几百年。就像埃及金字塔还有佩特拉古城，这些财富真的是永久的吗？他们当时可能是花了，用现在的财富来衡量，花了几千亿的美元搭建成的埃及金字塔，但是他们也并没有流传于自己的家族的后代，甚至现在都不属于自己的种族。这些地方分别经历了希腊、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来呢，又从纳巴泰人和古埃及人到现在不同的人种，他们讲的语言也从古埃及语到了阿拉伯语，他们所信的宗教也从埃及法老到了现在的这种伊斯兰教。那一切其实所有的财富也都是暂时的，我们的人生，我们周围在意的人的人生的生命也都是暂时的。那么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让你头疼的亲情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你的所有的烦恼也都是暂时的。第二点呢，就是可以去练习感恩。可以从感恩身边的人开始。我和孩子们最近每天晚上都会进行一个练习，就是睡前去说出我感谢你今天为我做的事情，或者为其他人做的事情，我来用语言来去描述出来。这个时候呢，不光是让听的人发现很快乐，你发现到我做的事情，然后呢谢谢你来感谢我，同时当我发出感激的人，发出感谢的人也同样获得了快乐。然后呢，我们再去感激我们身边看似寻常的事情，我们可以感激我们坐的椅子来去支撑着我们，坐上去挺舒服的。我们可以感激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或者你在室内可以感激你有的空调暖气可以让你的环境更舒适，去感激一些我们身边看上去很平常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几百年前的人们都享受不到，而且你有的健康的身体，这在很多的人的眼里也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同时呢，我们可以尝试去帮助一些人，去帮助你的朋友、家人、陌生人都可以。你去发现其他人有什么需求，你帮助其他人也会让你获得更多的快乐。那第3点建议呢，就是打破你的
二元化思维。我们的二元化思维，也就是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好学生，这是不好的学生，这是高级的，这是低级的，这是令人羡慕的，这是令人唾弃的。其实我们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们在后期成长的过程中被社会化驯服所习得的。我们被社会化驯服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被植入了一种匮乏感。这种匮乏感就是永远的不满足，对于我们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对于我们拥有的财富，对于我们拥有的一切的东西，亲情都是不满足的。我们要想，难道就像那句话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往高处走一定就是更好的吗？也许我们可以选择就像水一样往低处流，去其他人不愿意去的地方，而水又被老子这些圣人形容为是最接近道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上善若水，水总是流到更低的地方，它去人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反而在这里去润物细无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又找到了价值洼地，然后去发挥自己的价值。钱从某种程度上，财富也是这样去流向价值洼地，去创造，去寻找更多的投资的回报。所以当我们反观来看这种二元化思维，人往高处走一定就是好的吗？有些人就说 Better billionaire than king， 我要做的，如果我想要去获得成功，我想要做的一定是成为一个亿万富翁，而不是成为一个国王。因为成为一个国王，成为一个领导人，只会让你的爸爸去很自豪，让你的家人很自豪，但其实对你来说，你知道你承担了多少的痛苦。但是呢，反过来你拥有了财富，去拥有了资本和控制了资产，这个时候会让你的人生更快乐。这又是不同的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即使说我们要往高处走，也要去想一想，究竟你的定义的高处，你的定义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而不是去走一条别人灌输给你的道路。说回来呢，其实欲望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每一个我们内心的欲望都会带来很多的不满足，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欲望，而是去仔细的去思考你的欲望是什么。这一定要确定好，这是你的欲望，而不是别人告诉你你应该有这些欲望。每一个欲望为什么说会是带来不满足呢？也就是说，当你去给自己的内心种下一个欲望的时候啊，你就会告诉自己，我在这条欲望实现之前一定是不快乐的，我不允许自己快乐，直到我欲望实现的那一天。这其实体现了我们内心中存在的一种幻象。幻象就是说啊，我们认为我们生命中总是缺少这么一件事物，当我们一旦获得了它，我们就获得了永久的快乐。但其实这件事情并是不现实的，因为你永远也获得不了你想要的，即使你获得了，你也会有新的欲望。即使对于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来说呢，大自然是中立的。比如说对于一棵树来说，它并不觉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切的成就，其实对于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的动物、其他的事物，对于地球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除了人类以外的物种可以感受到人类的成就。所以也就是第三点，一定要打破你的二元化思维。对于失眠者而言，夜晚格外的漫长，对于一个疲倦的旅行者，目的地格外的遥远，而对于一个没有想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究竟是什么，盲目生存的人来说，人生中处处皆苦。好，就像这位粉丝留言，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修行。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 B 站、YouTube、微信视频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分享你所关注的问题。我们之后呢也可以聊一聊，有些朋友感兴趣带家人一起旅行，如何去安排，如何去减少自己的焦虑心，如何去积累财富。我们之后可以一起来聊聊这些话题。